在我们熟悉的华人民间童谣中，有那么的一段歌：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。在马来西亚最北边的一座岛屿上，就有着一座极为独特的10大圣殿之一——青蛇庙。那么，这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庙，为什么被人称为蛇庙呢？今天小南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庙背后的神秘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这期节目是由欧巴 Steamboat 冠名赞助播出。青龙庙是槟城著名的一座蛇庙，山门上刻着青云岩3个字。这3个字是为了纪念清水祖师宋末抗元英雄陈昭应的法号。对于这位伟大抗元英雄陈昭应，由于他晚年隐居在福建安溪县附近并出家成为了僧人，最后他于1109年在这里去世，村民便立了这个庙纪念他的贡献。这座庙位于马来西亚槟城以南14千米处，正名福兴宫。然而，这座庙拥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庙，为什么在后来会被人称作蛇庙呢？据说，在1795年建成青龙庙的佛诞前后，许多青蛇擅自进入这座圣庙偷吃诚心游客所供奉的食物，而且这些青蛇怎么驱赶都赶不出去，最后反而越聚越多。在这些青蛇当中，最长的有长达1米多，最短的则有50公分左右。它们全部都盘伏在神龛梁柱上，形成的场景在当时来看极为吓人。虽然这些青蛇都是带有毒性的，但是它们却不会伤害别人。偶然它们会显现修炼成仙的慈悲模样，任人膜拜，就好像受过高级的训练。白天静卧在神庙里动也不动，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便会咕噜咕噜的把神坛上的贡品吞下肚子，吃个清光。因此，青蛇庙自此之后吸引到了许多游客的观光，庙里的香火自然也长盛不衰，有时候还会大排长龙。就这样，人们便都称这里叫青蛇庙，是灵蛇们为腾天飞翔的青龙后来在蛇庙旁边的驿室，还有当地人捧着缠绕成一团团的大蟒蛇，供给前来观光的游客拍照，让他们感受一番惊险刺激的搂蛇体验。根据科学研究一条1米左右的蛇每天可吃下大概70只鸡蛋的一种说法。但是庙里那么多条蛇，神坛上的贡品又怎么能够满足它们呢？再加上蛇本来就是一种冷血动物，有时候还会吞下自己生下的蛋，所以有许多当地信徒们相信是青蛇们被神佛感化了，变得越来越有灵性。此外，还有一个说法是，这个庙里的蛇有灵性，并且变得温驯是因为曾经有一条蛇修炼了500年，可以化成人样，然后在这里和人们相处，懂得了什么是礼义廉耻。所以出于尊重蛇庙的抗金英雄，立志让其他同类也不能伤害前来的游客，并齐心向善的。那么说到有灵性的蛇小南在这里不免要提到这个《白蛇传》里的蛇精了。我记得在《大话西游》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，就是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我没有好好珍惜，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，我会对那个女孩讲3个字，那就是我爱你。但是如果一定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明显的，这段话表达了男女之间的相恋之情，但却又不能在一起的心酸。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关于蛇精和人相恋的凄美故事呢？在《警世通言》里就记载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人蛇恋情传说，也就是广为人知的《白蛇传》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的时候，遥远的深山密林里住了2只修炼1000年的蛇精，它们化身成漂亮动人的女子，白的名叫白娘子，绿的名叫小青，是一对柔情姐妹。
他们俩柔情娇美的小脸蛋像昙花一现一样，十分迷人可爱。身上穿着的洁白绿釉衣裳随风飘散着让人陶醉的香气，搭配山水画中的真实情景，整个画面就像世外桃源那样美丽。平日里，他们喜欢摆着身子在花林里徘徊，同时也喜欢在瀑布下嘻嘻哈哈的戏水。有一次呢，这2位姑娘白娘子和妹妹小青想要到外面去走一趟，见识见识。就是这一趟，天桥地合的在杭州与许仙相遇了，他们就这样结为了朋友。在相处的日子里白娘子和许仙一起坐过船四处游玩，一起避过雨相互取暖，一起做过很多事情。那么2人就这样渐渐对上了眼，相互有了一种喜欢。在2人情投意合之下呢，他们结成了一对甜美夫妻，举办了简单但温馨的喜宴。可能上天就是喜欢考验相爱中的恋人，以天意弄人的方式去证实情比金坚，不断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是非和波折。总之，就像是对这对恋人红了眼。某一年的端午节，白娘子不小心喝下了这个2雄黄酒，导致自己的蛇尾巴现出原形，然后变成一条大白蛇，吓得许仙直接挂掉了。因此，白娘子为了救活许仙，辛辛苦苦飞到天上去，四处苦寻起死回生的仙药。结果他无意中发现，原来王母娘娘拥有能起死回生的灵芝仙草，于是他就偷偷潜入王母殿偷取了灵芝仙草，回到凡间救活爱人许仙。活过来的许仙也知道了白娘子是一条大蛇妖，但是在许仙的心里呢，其实除了当时的害怕，更多的是爱他的那颗真心。所以2人就这样继续相恋，并生下了孩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上天又给了他们一次的磨练。不久后，白娘子夫妇遇上了镇江金山寺的高僧法海。因为人妖殊途呢，法海多次阻拦并拆散他们。这种时候，白娘子当然是和他对抗到底，用法术换来了滔滔河水，想要把镇江金山寺淹没殆尽。最终，在他们经过一番打斗后，法海把白娘子收服到法力高强的钵里面，并镇压在雷峰塔底下，让她永远都出不来。就这样，一转眼20年过去了，白娘子的儿子也长大了。当时29岁出头的儿子考取状元，而且榜上有名。这举动感动了上天，于是被困了多年的白娘子得到了上天的怜悯，重获自由，然后飞升上天，并列成仙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白娘子成为了一个神仙。爱情很美好，因为它填写了每个人的青春，铺垫着每个人的前程。这期的爱情故事暂时先在这里画上一个句点。那么，伴随华人文化长大的你，对这种民间传说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？还是大家也有属于自己的一段感动人心的爱情故事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分享哦。某个清明节的凌晨，一个单身的黄姓男子一大早起身，打算到马六甲某一处的华人驿山去祭拜先人。由于他想要避开密集的人潮，所以他在清晨4点半左右就带上祭拜用品、纸扎衣服、冥钱香烛等前往扫墓。步行去祭坟的他，在登山的路上，忽然脚下拿到了一个小红包。那个时候，因为他双手都拿着东西，所以只是把脚甩了甩，便继续上路。